大家好，我是永新。上一集的台中大未来，我们为各位介绍了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的 GNP 里面的 Green 绿色生产。这一集我们要为各位介绍 Nature 自然生态，同样邀请到了台中市建设局局长黄玉玲来跟我们分享以顺应大自然为理念所打造的花博各个展区的点点滴滴。局长，我们这一次花博的第二个核心理念啊 ，Nature 自然生态。那请问在这一部分的理念主要有哪一些呢？自然生态的最好的体现啊，就是我们花博的基地，它的位置是在大雪山一直下来到我们的海岸线，包括高美湿地的中间地带。那这个是老天留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环境。我们知道大雪山它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3个可以把冰原时期的生态完全保护下来的一个地方里面有很多的原生的动物，包括台湾黑熊啊，包括石虎啊、樱花钩吻龟啊，还有这里面的原生的植物树木，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族。为了要展现这一些我们甚至于在森林园区非常有限的这个展区里面我们尽量扩大原住民的这个展示的范围，有2公顷多，这个在世界花博也是一个创举。所以花博强调自然生态，这个是林市长他观察我们台中的一个结果他一直讲花博我们要展现的，如果是以台中做元素，那其他的国家就没有办法来复制所以唯一才有可能做到第一。是我们为了顺应自然生态这样子去布展我们没有大片的花坛或者是整地去弄来的造景，反而是保留了很多原来的原生物种要展示这些。那就像是一开始在后里园区发现了石虎的时候，你们才决定要把园区切成3块为了保护这些石虎。那一开始你们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是林市长自己去看他的基地，然后农业局的同仁跟他讲，这个是石虎栖地，伊嘛惊一下，然后呢，这个一定办不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石虎栖地那么的大，我们要办花博一定要做环评，法令面不可能通过这样的环评，而且就要来呈现我们自己台中的自然生态环境，我们怎么可以把石虎把它赶走呢？石虎的栖地得来不易我们知道石虎的栖地这么多年来一直被破坏，所以林市长他很忧心后来才想说，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园区把它分散我们干脆来做一个比较彻底的，可不可以到丰原来，可不可以到外埔其他的区域去？这个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看到石虎的栖地在哪里。我们如果进到马场你去看马术比赛的时候，你往左边往你的前面看看，往中央山脉那个方向看，有一大片的山坡地，那个就是原来的花博的基地。原来要盖在那边，但是因为石虎拆成了3个园区。对，而且听说这样子还有意外的收获有，像比如说我们决定要到丰原后来我们选择了这个葫芦墩。那葫芦墩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公园，那我们怎么样去结合丰原的，比如说它的糕饼、它的妈祖庙还有它的一些水岸的这个环境来尊重我们丰原的很丰富的这些生活跟它的历史文化。那另外我们去外埔我们在外埔呢要找到一些国有土地，那它原来是一个农产区，后来就演变出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外埔基地打造成为一个农业科技。所以现在在外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展出1000多种濒临绝种受到保护的这些植物。那也决定把外埔的基地在花博之后就留下来来变成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农业科技的研发的这个中心。最大的一个 surprise 应该是森林因为我们的基地调整那森林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然后到了森林，我们决定把森林留下来，因为这80几年的老树，你怎么动手去把它砍或者把它移走呢？这不可能这样做的哈。所以这个森林就留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非常完整的来表达，我们师法自然。现在咱嘉良市长伊嘛做一个决定了哈，就是花博之后，我们的后里森林园区就变成森林公园。只有在它的空地上面，如果说要做都市计划变更，这个森林园区15公顷多一点嘛，我们里面大概有28%多的空地，我们利用这28%多的空地，可以做高密度的发展，其他72%左右的这一些森林，我们全部把它留下来。所以的确把我们石虎的栖地保留下来，有很多的意外的发展，但是这个很痛苦啊，因为世界花博从来没有一次办3个展区。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聆听花开的声音。花开是有声音的。长久以来，我们关注经济，却忽视环境。让我们找回平衡吧，找回人类与生态的互信，聆听自然传达的讯息。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要重新定义 GNP。G Green 代表绿色、生产、共享。外埔园区展现台湾农业的绿色生产技术。呈现台湾花果原乡的风貌，未来将转型为国际级农创园区。N Nature 代表自然、生态、共生。2014年，我们在后里发现台湾珍贵的保育动物石虎的栖息地，因此林佳龙市长决定缩减后里园区面积，立命外埔、丰原2个园区，让我们的庆典与环境共生和谐。这个决定获得各国的高度赞扬，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 AIPH 正式核定，将台中国际花卉博览会升格为世界花卉博览会。后里园区也将在花博结束后，成为亚洲最大的马术障碍竞技场，发扬独有的马场文化。P People 代表人文、生活、共好。台中是乐活的宜居城市，丰原葫芦墩公园更是台中好生活的体现。打造世界级的水岸花都，在全台最长的水岸花廊道上，体验糕饼、餐饮、蜻蜓、灯节等艺术展演与水岸活动。花博结束后，将成为糕饼博物馆，为传统及美味留下记录。花博是一个舞台，呈现台湾花农和果农的心血，文创设计的巧思，当然还有台湾人的人情味，让世界看到温暖用心的台湾精神。我们希望花博让更多的人们感受幸福，感谢自然。让我们一起聆听花开的声音。从一开始你们听到说有石虎必须牵引，那个很困扰、很烦恼的这个反应，直到因为这样子做而受到国际的肯定，从国际花博升级为世界花博的时候，你们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哇，大家都非常的骄傲，因为台北事实上他花的钱比台中还多，130几亿，我们台中只有80几亿，而且地方也要自己来出一半哈。那台北争取到的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等级的，就是国际花博。那因为林市长把石虎栖地把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我们原来在马场里面就有一些文字建筑，我们还去进行修复，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叫 orientation 嘛，一个定格，一个定调
就得到 AIPH 整体理事会的认同，把我们本来是一个 international 这样的一个等级，它把它提升到 World， 变世界花博。我们要把它提升到为一个世界花博，这个在做法上是要有非常多的突破的，不只是把森林留下来，我们对所有的园区都有深入去调查它的历史文化背景，然后尊重每一个园区的个性，去做最好的策部长的安排。世界花博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呢？明年我们台中花博结束以后的隔一天，在北京，它就是一个世界花博。它的面积有多大，你知道吗？将近1000公顷。那我们台中花博就是60几公顷。我们的规模当然没有办法跟北京来比，但是我们是用我们台中花博的价值，我们对自然生态的这一些保护，把它当成资产，这样的价值让 AIPH 的理事会来认同我们，而且他们现在觉得台中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很多元，我们做得很精致。是，那在这个森林园区啊，我还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景象，除了顺应自然保留这些树木之外呢，甚至还有在平地的地方看不到的这些植物，甚至是中高海拔的这些生物。对对，这个我就要感谢吴淑媛建筑师哈，他去英国留学嘛，好几年都在努力哈，是用自然生态的手法去进行设计。我们经过这个讨论以后，还是要回归到从大雪山啊，然后到我们经过大安、大甲溪，然后到高美湿地，然后后来他就提出分不同的海拔，分5区，把从我们的高美湿地，我们大安的追涨水，然后一直到我们的大雪山1-2千公尺，你要种到这个低海拔的区块来是要驯化。可以驯化，也可以找得到的这一些原生植物，我们来进行护育，来打造亚洲最大的一个原生植物的护育区。所以我们是先在一区驯化这些植物，去富裕它，然后再把它栽种到园区里面来。它是高山植物要到我们平地来它先要降一个高度，在比较次高的地方把它驯化。然后再种到园区里面来，这个很困难，你们知道吗？因为种花还很简单啊，那个回季芽的一直发出来啊，一个月的话它就碎了啊。我们台中花博最困难的就是我们来护育这些原生植物，它必须要有时间让它生长，所以后来我们采取一个策略，就是这些驯化的植物，它原来有一些苗场就有培养，我们尽量再让它在苗场生长。比较快，在最后一个阶段再把它们种到园区里面来。台中的花博它有一个特色，每一天会比一天美，因为我们护育这些原生的植物，它们是一天一天的长大，1个月以后、2个月以后、1年后、3年后会比现在又更美。这些植物啊，虽然经过驯化，但是它们还是有可能没有办法生长好的风险了。对。不过这就是一整个自然演替的一个过程。对我个人来说啦，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我走在那个葫芦墩郡公园的时候啊，我看到了很多新的柳树，这是完全是一个很舒服，但是又很朴素的一个风景，基本上我在其他地方都不会遇到的。你有观察到柳树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有一天我去丰原看画展那是一个妈妈，她的画有很多的丰原的色彩，是以丰原的历史文化做背景，所以我去看她画展，然后就看到她画葫芦墩公园里面的那种这嫩皮啊 K 啦，她这个软皮子溪怎么两边都是柳树？我说这个柳树都不见了他说以前这条溪两边都是柳树啊。那后来我回想，可能是20-30年前，为了要盖这个公园，柳树都被砍掉了非常可惜。那我再回去看，发现3棵很大100年柳树，然后生长的状况有1棵比较好，其他2棵都被剃头，可能长得太茂盛，然后以前的人比较
不这么重视，我嘛就不甘的哈。那我就跟这个妈妈画家就说，这样好了哈，我回去想办法再把一些柳树把它种回来。所以现在在我们葫芦墩园区的第3区的北岸，还有第4区的南岸，就是在我们的创生馆，我总共种回来大概有400多公尺长的这个柳树了哈。那我希望这些柳树哈，再过3、5年又可以非常的茂盛。这一次我选的是水柳，这个主要就是要展现一个我们对这种历史景观的一个尊重。我相信我们在地的老人家来逛这个园区，他会觉得很惊讶。我少年时阵看到柳树就安尼啊，今麦佫剪等啊咧啊，他们会有很多的很深的感触，甚至也会很感动啊。是，那像这样子顺应原来的生态的样貌，再去进行复育的案例，还有没有在哪里也实现呢？有哦，我们的马场哈，我去马场哈，我非常的惊讶，因为在那个马场，它留给建设局要去盖场馆的，就是现在的花舞馆。大家如果看到花舞馆盖之前的那个照片，你会就是一块很平的土地啊。大家知道那一块地以前是什么吗？以前是台糖的宿舍区。我家里还有一张油画很大，大概在1990年画的一张老油画，它就是画这个台糖宿舍区黄昏的时候，那一栋一栋的日式的宿舍，那宿舍前面都有绿篱哦。那非常的漂亮，非常的人文。那我进一步到我们的马场园区的历史建筑里面去看，我看很多的老照片，那些历史建筑以前前面也是绿篱啊，就那些绿篱也都被砍掉了，不晓得什么原因哈。那后来这个园区是我们观旅局办的嘛，我就协助他在景观上面然后来做一些安排。那我就跟我们的景观设计师跟他商量，可不可以再把这一些绿篱再把它种回来？而且这一次我选的哈是我们台湾女生最喜欢的台湾桂花，我种了大概300多公尺长的台湾桂花梨。那现在刚好是开花季节，今麦的开花就胖哎，我相信哈，再过个3、5年啊，它们会长大。我们到我们的马场就可以仿佛走到我们的桂花巷里面去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对我们的历史景观的一个尊重。是刚刚说到从柳树啊到绿篱，这些都是在10几20年后，就算花博结束了，它还是会继续在那里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相当于永久性的一个没有错。那这样子的东西呢，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同样顺应着这个自然的形态去打造的，就是我们的花马道。听说他为了设计这个弯弯曲曲的花马道，让设计师们花了3000多张的设计图才把它设计出来。没有错，花马道刚刚的设计一开始出来就是一条混凝土桥啊。好，他们就是做工程、做桥梁设计的一家公司。我说我要引进建筑美学，好，所以我去找到一个切入点。我们北台中的百合花非常有名，花马道的设计元素就是百合花，所以我们看到花马道它的旁边的那个栏杆的那个形状啊，那是百合花瓣的形状。我说我要你们去研究一下，看看百合花瓣长得怎么样。它有百合花的花蕊，它用的是百合花的颜色，一种非常看起来非常舒服的一种粉白色。然后夜间呢，我们就透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我们就可以打色来呈现百合花的多彩。所以你们去看我们的花马道哈。它在没有森林的地带，它是用混凝土结构；进到林区，我们就是用钢结构。为什么？因为钢结构可以轻量，它抬高以后，桥面上还可以做一些可以穿透的桥板，让阳光、空气、水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些树木的栖地上面去。我们盖了这一条桥。我们不能去影响到两边的这些树木，它原来就是一个桥嘛，一个工程师设计的桥，
为什么经过10个月这样的演变，可以变成是一个充满故事？然后现在我们后里人啊，每天晚上都喜欢去那里散步，去那里跑步，去感觉。因为我就有问咱后里人嘛吼，你直接行吼，你有啥物感觉？哇，很舒服哦，很美哦。我讲真正有水无？伊讲有够水。这个作品现在也入选我们的国家金质奖。是像这样子有夜间照明的花博，还是第一次见到哎。这个也是一个创举哈，我们要很感谢周炼大师，我跟他认识9年多了，以前是一起筹办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他是我亦师亦友啦，好，那接花博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来做一个尝试，是不是夜间也可以进来看展？那我们为了要让夜间可以进来看，我就邀请他来当我的咨询顾问。他没有拿标案哦，他每次来开会，一开始是领2000块出席费，后来法令修改说可以领到2500，那就领2500，然后加上车马费。他来是帮我们的整个策布展团队带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他帮我们做一些灯光艺术设计的基本的原则，大家用那些基本原则各自去发挥，然后他们设计好以后，他跟他一个一个讨论。他曾经用2天时间就跟10几个策展团队把他们的灯光设计讨论完。然后今年的10月3号、4号，他特别飞回来，从美国回来，帮我们调灯好，他就每一个场馆，他去帮我们调灯。当他受访的影片在电视台播出的时候，我们看到来自全国的好评，受到灯光艺术的感动。当然，那个园区是很漂亮的，而且在森林里面，大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花博。所以我们现在森林园区有星光票，周末的时候可以看展到晚上9点，所以你黄昏进来现在我们年轻人很喜欢 IG 你在里面的相片真的拍不完那里可以赏夕阳然后入夜去体验那个森林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我们把树通通留下来，里面还可以看到猫头鹰10几种鸟里面，我有看到台湾蓝雀、喜鹊几乎每天都来。我们在盖这些场馆的过程中间，这些鸟都还在那里筑巢，它跟我们已经是天人合一了。伊去伊的，我去我的，都袂妨害到。我对光从小对光的感受都是从情感方面，从这样子的基础建立起来的，直接到心灵里面。我们并不是把自然搬这里来，而强调的是我们跟自然之间互动、互存、互相尊敬的一个心态，让光把这个环境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心灵联系上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就把台中公园里面的这几个不同的单元，桥也好，喷水也好，亭子也好，看到了台中过去的历史，到现在大的环境的改变，有了新的视觉上的要求，以及现在我们希望它跟世界的游客来了这些，他能够体会到什么，感受到什么。花博最主要是能够让大家享受到、惊艳到，因为它不是一个文字上的一个诉说，它不需要跟我们解释，我只要让他们感觉到，哎呦，这里怎么那么舒服？福伦敦它本身是一个狭窄的一个地方，它所强调的不一定是要自然美，强调的是人的生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这些单元体，能够视觉上它变成很多
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之下看得到的一些单体，这是很重要的。最后好看就是地方好看嘛，葫芦灯好看嘛。花马道了，花马道它是我们下了火车，整个这样走过来，感受到的这个情绪，在一个很安宁的环境里面，慢慢放松了。哇，站桥上一下看到花开啊！花园馆本身它是一个表现，实际上是前面的那些景观的一个背景，它又是主题又是背景。森林公园里面，我们走到每一个地方，我们不要有外面的任何的干扰，而是怎么样让人跟人之间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共同享受自然，分享自然。花博的照明，也就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思维或者是语汇传达出去。可是它不是文字的传达，而是真正生活的体验以及感受的一个传达。花博整个呈现完的，我所希望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了，我们台湾，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可以在一起创造出绝对超越世界观感的一些好的环境。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台中的花博跟其他的花博不一样，台中的城市跟其他城市不一样。虽然这一次的花博里面我们不会看到大片的花坛啊、花海，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些最自然、最原始的一个很赏心悦目的一个景观。所以我们谢谢局长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